美财政部宣布，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将于15号开始，一连2天在上海举行，主要讨论经济和金融稳定议题。此次会议被视为中美双方保持沟通、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重要一步。出席此次会议的官员包括了中美两国央行和监管机构。中美重点讨论金融稳定，也被市场解读为积极信号。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称，中美将于15至16号在中国上海举行的金融工作组会议，重点讨论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和资本市场问题等议题。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助理部长尼曼将与中方官员共同主持会议。尼曼透露，此次会议计划讨论金融稳定问题与跨境数据、贷款和支付相关的议题，还会探讨在出现金融压力时可以采取的改善沟通的具体措施。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财政部、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其中有财政部副部长之一的梁内利。他在之前供职美联储时是金融稳定方面的专家。梁内利也曾出席中美首次金融工作组会议。该工作组是为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在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指导下建立的两国金融交流机制。会议轮流在中国与美国召开，直接向部长级官员汇报工作。本次上海会议也是中美金融工作组的第5次会议。今年4月，中美金融工作组第4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财长奈曼共同主持。中方出席的部门包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专业领域而言，在经贸、金融、财政等等各方面，两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合作的空间，也存在着合作的必要性。因为中美两国现在作为世界第1、第2大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的这种宏观经济的稳定，全球经济能否实现复苏，或者尤其是强劲的增长，其实都是负有很大的这种责任。同时呢，也是对于两国之间如果能够进行比较好的宏观政策的协调，那么也是有助于全球从这个经济复苏中尽快的能够实现这种增长。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央行货币互换安排是此次会议聚焦的重点议题。目前，美元占全球交易量的87.62%，全球外汇储备的59.58%。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进行过3次较大规模货币互换，但美联储的货币互换也是一种小圈子，明确排除人民币。在历次货币互换中，美联储都倾向于选择与其经济、贸易、金融、军事关系密切的发达国家建立货币互换协议。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仅有巴西和墨西哥能有机会与美国建立货币互换协议。而人民币货币互换影响力逐步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已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有效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去年人民币的海外使用大幅增长，国际化指数同比增长了22.9%，已超过日元和英镑，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美国财政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本次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不打算在中美之间讨论任何货币互换协议，但也有分析认为，中美之间讨论中国央行货币互换议题，也反映出美方正正视人民币影响力提升的现实。两国之间呢，至少还是能够通过这种金融的对话，展现出双方还是有追求合作、寻求谅解。促进共同利益的这个一面的，而且那么通过这种机制的实现，也确实是能够释放出一定政策信号，也就是让中美两国内部，包括全世界都看到，中美之间还是愿意合作的，而且这种合作是在不断的推进，有可能带来积极的后果。那么这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包括对全世界的这个恢复的信心，包括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预期，也都是有促进作用的。中美金融工作组讨论的议题还包括宏观经济、金融稳定。7月，美国非农数据意外下滑，引发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使得近期全球市场出现大幅下跌。市场也越来越关注美联储行动。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近日发布的报告，7月份美国3年期通胀预期跌至历史新低，不过1年期和5年期通胀预期均持稳。美国消费者越来越相信，未来几年通胀将不再是个大问题，这巩固了美联储将在9月开始降息的预期。出于对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美元指数出现回落，人民币则逆势上涨。
一般而言，人民币升值会令更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利好股市和债市。但是出口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出口企业价格竞争力下降。美国对电动汽车、电池、电脑芯片以及医疗产品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原定于8月1号生效的部分举措延迟了至少2周，实际生效后对中国外贸必然带来压力。美国现在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在9月份能够有所降息，尤其是在未来的通胀能够得到控制的这样一个前景之下。那么我们看到的话，现在中美之间，假如说能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有助于美国控制通胀，这点应该说是美国团队现在是最孜孜以求的一个所以核心关注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有这个积极性的，也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热情的。值得一提的是，共同打击芬太尼也是此次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的议程之一。实际上，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首次高官会议也在近期于美国举行，中美跨部门联合禁毒代表团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就物质列管、案件合作、技术交流、多边合作、网络广告信息清理等领域通报了最新进展，交流了各自关切，交换了意见建议，明确了合作方向。近日，中国宣布将开始对3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重要前体化学品实施列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6号发表声明，积极评价中方举措。声明称，这是美中2023年11月宣布开展双边禁毒合作以来，中方采取的第3次重大列管行动，并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可贵一步。所以说，美国现在是非常的希望中国能够在芬太尼问题上跟美国展开合作。但是此前我们也看到，美国采取很多是这种打压的措施、限制的措施，甚至制裁的措施，来施压，甚至把这个美国芬太尼滥用的问题，这个黑锅扔到中国头上，让中国来背。这点当然我们是坚决不可能接受。但是不管怎样，出于这种人道主义，包括就是为了美国老百姓的这个民生考虑，中国一直在体现出非常强的这种意愿。同时采取了实际的合作的措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宝群12号率团赴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高官会，这也是中国对外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的中印尼关系，如何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来看分析。据印尼外交部消息，8月13号，印尼外交部亚太非总司长卡迪尔和印尼国防部国防战略秘书拉姆西共同主持了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高官会。卡迪尔表示，本次会议标志着印尼和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翻开新篇章，双方首次举行外长防长联合对话，以加强政治、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他进一步表示，这次会议是为明年的部长级会议做准备。中方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宝群率团。孙卫东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此次高官会证明中印尼关系日益具有战略意义，体现了两国共同发展的承诺。中印尼2+2机制的合作是继续增进两国政治安全合作、增进信任和友谊的优先平台。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成立于2023年，是中国对外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2023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成都会见来华出席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并访华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时就强调，中方愿同印尼保持经常性战略沟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启动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打造高水平战略互信。同年10月，佐科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建立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进一步拓展高水平战略沟通渠道和政治安全合作对话平台。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雷特诺举行会谈后，在共同会见记者时也透露，中印尼要以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为平台，提升政治安全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理解和支持。防务加这个外交这2+2合作机制啊，基本上是存在于呢这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现在的这个中国和印尼呢，其实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首个就防长加外长的这个2+2这个机制，进一步的拓展了就中国和印尼之间呢这高水平的这个战略沟通跟安全合作这个平台，也是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不断深入这个具体的表现。同时呢，也表明了这个双方的可以说战略互信呢也达到了
这个一定的阶段。事实上，发展好中印尼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同长远利益，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深远影响。分析人士认为，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带，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不仅符合地区国家利益，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以来，菲方蓄意在南海挑衅、蓄谋炒作，美国等域外国家怂恿挑唆、煽风拱火，二者勾结起来，不断导致事态升级，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就在上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和防长特奥多罗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2+2会谈。次日，美菲两国海军随即在南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持续搅局南海，推升地区紧张对立。有观点认为，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国家，虽然和中国有一些海域划界上的分歧，但总体来说，在南海问题上仍扮演着建设性角色。所以，中方希望印尼更多地发挥其作为东盟大国建设性的中间者角色，更好地促进东盟国家早日和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这不仅对东盟自身有利，对区域内各国都是有利的，也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印尼呢，作为这个东盟这个最大的国家，而且呢，也是东盟最大的海洋国家，这个双方呢，也有在南海这个维护南海这个稳定的问题上呢，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立场。包括呢，这个印尼方面呢，也愿意跟中方一起呢，就是说在这个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呢，尽快的就这个推行呢，这个可以说南海呢这各方行为准则，可以说对这个南海局势的降温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可以发挥一个更加正面跟积极的一个作用的，也是有助于维护呢整个这个南海呢这个局势呢这个平复。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中印尼2+2对话首次高官会的举行之时，正值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10月就职的前夕。在中方高官出发赴会的同一日，印尼政府在新首都努山塔拉举行了首次内阁全体会议。会议由印尼总统佐科主持，副总统马鲁夫、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和所有部长参与，讨论了印尼当前的经济问题、明年的计划，包括新政府过渡等。3月20号，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搭档现任总统佐科的长子梭罗市市长吉波兰获得了约58.58%的选票，赢得2月14号举行的印尼总统选举。11天后，普拉博沃就对华展开了一连3天的访问。舆论普遍认为，普拉博沃将中国作为当选总统后的首访国家，充分体现了中印尼关系的高水平，也表明他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近10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关系迅猛发展，双方共同构建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形成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作4轮驱动新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普拉博沃具有鲜明的务实主义风格和丰富的政党斗争经验。他在竞选时主动向佐科靠拢，以佐科治国方略继承者身份自居。他竞选时又承诺将继续奉行印尼一直以来的不结盟、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他表示，印尼尊重所有国家，希望与每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不想加入一个集团来对抗另一个集团。今年5月，普拉博沃在受访时还指出，和西方做朋友不意味着不能与中、印、俄交善。外界也关注奉行平衡外交的普拉博沃在对华政策上将呈现出何种新特点。当时呢，这外界的评论就说了，就是说普拉博沃也是呢首次作为当选总统，而且呢还是首访是中国，这在印尼的这个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他在这个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中呢，他也是坚定的表示呢，他会呢延续这个佐科总统的对华友好的这个政策。进一步加强与中方的这个合作，共同的维护呢两国的这个核心利益。可以预料，他当选之后呢，进一步呢加强与中方的这个务实合作。此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4号至17号访问缅甸，并赴泰国主持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9次外长会，出席中老缅泰外长非正式会晤。中国1991年与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2003年，中国作为域外国家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3年，中方提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数十年间，中国和东盟携手迈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双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增进人民相知相亲，睦邻友好深入人心，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4月以来，东盟国家掀起一波高层访华热潮。同一时间，王毅也应邀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并主持召开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第4次会议、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第7次会议。有观察指出，此次中印尼2+2高官会将进一步拓展高水平战略沟通渠道和政治安全合作对话平台。
台，为接下来更高层级外长防长2+2机制铺路奠基，创造更好的条件。而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国今后将可能与更多对华友好、愿意与中国务实合作的国家建立2+2对话机制，拓宽双方高水平战略沟通和安全合作的平台。中印尼呢，作为这个2个最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也代表了世界上呢很大一部分群体。那下一步呢，这个中印尼在这个双方的这个战略这个指引下呢，继续呢沿着这过去10年的这个良好、健康的发展轨道，更好的这个落实呢，可以说2国元首的这样一个指示，推动呢这个双方的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进一步呢这个提质升级，进一步呢朝着这个人民共同体的这个建设这个推进。这样的话呢，可以说不仅造福于2国人民，而且呢也造福于这个地区，为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与发展呢，可以说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和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举行首次高官会，那您怎么看呢？为什么是现在举行对话呢？主持人好，中国和印尼2+2对话机制是2023年成立的，也是中国对外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双方呢在这次高官会上就中印尼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2+2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到，比如说中美2+2高层战略对话、中缅2+2高级别磋商、中韩2+2对话。2+2呢指的是外交和安全，后面的名称呢才显出不同来。一般来说呢，2+2对话机制是比较高端的，常见于盟友之间，或者呢关系亲密、战略互信程度高的国家之间。当然呢，如果2国间有重大事项需要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展开协调，也有其他形式的2+2，但是呢，多是对话、磋商什么的。2+2对话机制则表明2国关系稳定，有具体的合作事项要讨论，以便呢进一步拓展高水平战略沟通渠道和政治安全合作对话平台。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和印尼2+2对话机制为什么现在启动。第一呢，印尼当选总统普拉波沃将在10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现任总统佐科呢将交棒。中国和印尼2+2对话机制呢是在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统敲定的，现在呢举行副部长级高官会，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等到普拉波沃总统上台以后，很可能呢就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呢就加以圆融的对接了，具有连续性，不因为呢这个印尼政府的换届而产生波折。第二，今年是中国和印尼建交75周年，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举行2+2高官会，凸显了2国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诚恳度。就像印尼外交部官员所说，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第三呢，现在的南海很不平静，菲律宾凭借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不断的滋事，而且呢，菲律宾和越南也有海警联合演习。在与中国有争端的南海国家中，印尼是大国，分量举足轻重，目前呢在南海问题上也是比较稳健。中国和印尼的2+2对话机制可能成为稳定南海局势的压舱石之一，使得南海问题呢能够在双轨思路下得到解决，不要区域外势力来干涉挑衅。美国和菲律宾的外长防长刚刚举行了2+2对话，这与中国印尼2+2高官会有关联吗？美国今后会在亚太、在东盟采取怎样的行动呢？你的观察很敏锐，的确呀，中国印尼2+2高官会与美菲2+2对话呢是密切关联的，因为事关南海安全与和平。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政策，一般来说呢，对任何国家都秉持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原则。但是美国对中国却采取的是围堵和遏制政策，把中国呢当作第一号对手，实施所谓的印太战略。美国的印太战略呢，就是要通过一个又一个的2+2对话机制，把印太国家编织成网来制约中国，在台海、南海问题及经贸、科技等领域制衡中国。美国呢最先展开的是美日2+2对话机制，然后呢是美韩2+2会谈，然后呢就搞出一个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呢，有美澳2+2对话机制、英澳2+2，接下来呢就又搞了一个澳英美三国联盟。美国接着拉拢菲律宾，2023年重启美菲2+2对话机制，同时呢还撺掇出韩国和澳大利亚的2+2、日本、菲律宾2+2、日本、英国2+2、日本、印尼2+2、美国、印度2+2、日本、印度2+2。
看着一连串的2+2，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到澳大利亚、南亚，美国呢编织了一个网络，企图遏制中国。用中国人的话说呢，就是团团伙伙，用一个个双边关系和小三角来阻止中国的影响力。今后美国的印太战略重点呢是针对东南亚，试图分化东盟国家，从而呢在西太平洋形成对华包围圈。美国分化东南亚国家的切入点就是南海问题，要首先挑起南海国家与中国的矛盾，进而呢让东盟国家选边站。美菲加强勾连，菲律宾成了第一个选边站的东盟国家，接着呢就是中菲南海冲突。那么要破美国的图谋，中国就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让美国呢难以插手和破坏。中国和印尼举行2+2对话机制，就是在反制美国对东南亚的干扰挑衅。我想呀，中国一样会首先强化与南海国家的合作力度，不让美国见缝插针。这南海和平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就能够合作共赢，美国呢就会被晾在一边。俄乌双方在俄南部边境地区交火已进入第8天。俄总统普京12号就库尔斯克州安全局势召开会议称，尽管乌克兰在该州发起挑衅行动，但俄军仍在前线有序推进。他强调，乌方此举意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筹码。普京在12号的安全会议上表示，显然眼下乌克兰正在西方大国的帮助下对俄本土发起袭击，试图在可能举行谈判之前提升自身话语权。对此，他强调，俄方将予以坚决回击，俄方的所有军事目标都将得到实现。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стоит, безусловно, перед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обороны. Выбить противника с наш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и совместно с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лужбой обеспечить надежное прикрытие госграницы. 在这场电视直播的会议上，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告诉普京，乌克兰军队已经控制了这个边境地区的28个村镇，12万当地居民已经逃离家园，还有约6万人在等待撤离。他还称，乌军已经突入俄领土纵深至少12公里，并控制了起码40公里宽的边境地带。然而，这一坦率的评估发言还没结束，便被普京打断。他告诉斯米尔诺夫，要集中精力于帮助人民，将评估战场局势的工作留给军方处理。随后，会议直播便匆匆结束。对于普京来说呢，他其实当前最大的关切呢，其实并不是在于军事层面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是为了稳军心、稳民心、稳士气。这次这个我们说多少，其实俄罗斯是有一点这个失算的，它是导致了遭受了一些损失的。他最担心的是这种损失会对他自身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军心民心，包括他这个政府的威望构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他主要担忧的问题，所以他现在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无论是军事部署，还是说这种在这个政治表态啊，这个舆论的表态啊，去化解这些负面的因素。普京举行安全会议的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也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会上，乌陆军总司令斯尔斯基在汇报前线情况时称，目前乌军已控制了约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泽连斯基强调，战斗仍在进行之中。就在前不久，泽连斯基还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等场合，释放出愿意与俄方和谈的信号。有分析指，当前乌方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和谈压力，特别是一旦美国大选结果是特朗普上台，乌方得到援助赢得胜利的希望将更加渺茫，因此乌军必须显示自己的战斗实力，同时为未来谈判获得更多筹码。因为其实按照现在就是无论是俄方公布的这个和谈的方案，还是说美西方现在可能提出的一些和谈方案，就乌克兰都觉得自己是太吃亏了，无论如何自己都是受损的一方，所以他们希望呢，其实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占据一块俄罗斯的领土。围绕当前最新俄乌局势，国际社会反应强烈。瑞士外长卡西斯12号与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发表联合声明，对冲突走向表达深切担忧。他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应被邀请参与第2次所谓乌克兰和平峰会。而作为乌克兰的主要盟友，美国方面仍在对当前局势拱火。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辛格8号称，乌方进攻库尔斯克州是要保护自身免受攻击，这符合美方的政策。1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重申，美方对乌方越境袭击的政策没有改变，即支持乌军保卫自身，抵抗来自边境另一边俄罗斯的袭击。
针对乌军此次越境攻击俄领土将对俄乌冲突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向深圳卫视表示，尽管乌军当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俄军在乌东地区的攻势，但考虑到俄乌双方军事实力对比较为悬殊，乌军通过此举暂时取得的战局主动能维持多久还有待观察。虽然这个乌克兰这次是投入了大规模的精锐兵力，试图是去在俄罗斯的这个领土上啃下一块来作为谈判筹码，但是未来可能其实他考虑到现在他的这种兵力的有限性，他取得军事上的一个决定性进展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次这个库尔斯克战役虽然说它的舆论影响非常的大，但是可能它对于这个整体的战局的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与其说可能这个库尔斯克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一点，倒不如说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消耗战的，或者说双方对峙的一个前线。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已经超过1周时间了，乌军并没有撤退的意思。那对于俄乌围绕着库尔斯克州的争夺战，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呢？其实此前由于乌方严密封锁了相关信息，再加上出于信息战与稳定国内人心的需要，俄罗斯方面也没有对外提供全面的信息，因此对于乌方此举所要达到的战术和战略目标，外界看的是一头雾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关键性信息被透露出来了。其一是乌军这次出动的不是原先外界预估的1-2个旅，也不是1-2千人，而是至少10个旅、数万人，而且都是乌克兰作战经验最为丰富的精锐部队。同时，乌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库尔斯在征兵。第二，原先外界一直在猜测乌军究竟是在库尔斯克占据了多少土地，有猜300平方公里的，也有猜450平方公里的。那么今天，乌克兰当局打破沉默，总统泽连斯基和陆军总司令舍尔斯基公开宣布，占领了多达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三，原先外界一直搞不明白乌军的这次出击究竟是不是跟过往一样的洗脑战术，也就是几天时间的到此一游。那么现在随着乌军往库尔斯克运进了大量的工程机械设备，并且开始就地深挖洞广积粮，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乌军是准备在此赖着不走了。那么从中我个人得出的最新判断就是，这是乌方放出的一个战略层面的胜负手，也就是准备围绕着他们自己开辟出来的这个库尔斯克新战场，要跟俄军在此进行一场终极性的大对决。那乌军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出越境进攻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虑呢？我仍然坚持认为，乌军在此时此刻决定赌一把大的，是在综合衡量了其面临的内外3重不利的形势之后，而不得不做出的战略抉择。其一是，由于在国家资源，尤其是军备制造能力、兵源补充能力上，都跟俄罗斯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因此在这场战争打成了消耗战与僵持战之后，形势已经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再这样消耗下去，乌克兰不仅国力要被彻底掏空了，关键是可以上战场打仗的年轻人都要快被消耗光了。第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西方的外援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谓是决定性的。要是哪天西方国家断炊停止供应了，那乌克兰立马就会打不下去了。然而对于乌克兰来说，西方的外援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承诺援助的武器和弹药往往到不了位，甚至是货不对版；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害怕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核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捆住乌军的手脚，一度还禁止乌军用其援助的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而且更为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西方民众对于俄乌战事的久拖不决已经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了。第三，我曾经说过，俄乌军事战场和美国大选的政治战场其实是高度联动的。有可能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已经扬言，在自己当选后的第1天就会逼迫乌克兰割地求和。这样一种外围形势也催逼着乌克兰必须要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拿出像样的政绩来为民主党助选，确保哈里斯上台。总而言之，
这样一种一是打不赢，二是拖不起，三是不甘心投降，不甘心割地求和的三重艰难处境，就逼迫着乌方必须要在短期内拿出奇招，迅速改变当前战场上的被动态势。那乌克兰最终为什么又会选择攻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被动的战略态势呢？确实，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本能地想到，乌克兰应该在乌东四周与克里米亚再度展开大反攻。但是我曾经说过，在俄乌双方都已经在前线挖掘了大量战壕，以及布下了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的情况下，谁主动挑起大规模的进攻，谁就会被动，会吃亏，甚至是等于是在找死。去年乌克兰大反攻的失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下过围棋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当棋局下到中盘，发现自己有可能会输的时候，真正的高手往往会放出最后的胜负手，也就是用孤子果断打入对方的内部，在对方内部搞一个天翻地覆。这就是乌方最高层决定攻入库尔斯克的真正原因。而由于库尔斯克是俄罗斯自己的领土，这里并没有大量的战壕和地雷阵，所以突然袭击的乌军不仅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乌军可以纠正雀巢，就地挖掘自己的战壕和布下地雷阵，以逸待劳，等待俄罗斯的进攻，换一个地方跟俄罗斯展开终极性的大决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从二战以来，自己的本土还从来没有遭到过别的国家的进攻，再加上乌军的这一行为，最终目的是要动摇俄罗斯的军心与民心，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是何忍，孰不可忍。对于插在自己眼里的这根刺，是必须要先除之而后快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乌方发出的在库尔斯克进行大决战的邀约，俄罗斯别无选择，即便是硬着头皮，也要用举国之力去应战。在万众瞩目下，特斯拉 CEO 马斯克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采访，涵盖多个美国舆论关心的话题。那么这场直播还变成了一场求职面试。马斯克自荐在未来的政府中成立一个所谓政府效率委员会，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亿万富豪马斯克与特朗普的这场电话专访，原本预计于美东时间12号晚间8点通过 X 平台直播，却遇到不小的麻烦。延时20多分钟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直播似乎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预计推迟到8点30分才能进行。然而，直到50分钟后，这场直播才正式开始。事实上，这次事故并非首次发生。去年5月，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 X 平台上直播总统竞选发布会，但期间遇到多次技术故障，被美国网友群嘲。当时与马斯克关系并不好的特朗普还抨击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正是为了修复两人的关系，马斯克为了此次直播已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前期还进行了多次预演，但尴尬的是，依然未能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拜登当选总统后，马斯克的态度却发生转变。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后，马斯克更是公开支持特朗普。虽然马斯克公开辟谣，表示传闻的每月向特朗普阵营捐款4500万美元是假新闻，但仍表示将建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来支持特朗普竞选。好在经过这段小插曲，访问终于如愿进行。马斯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特朗普上个月遭枪击事件。特朗普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称，他趴下后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被杀。I knew immediately that it was a bullet. I knew immediately that it was at the ear. And I also heard people shout, bullets, bullets. So I got up. I wanted to let them know I was okay. 紧接着，特朗普就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向副总统哈里斯发难。Kamala was the border czar. Now she's denying it. Everything that I do, she's saying she was strong on the border. We're going to be strong. Well, she doesn't have to say it. She could close it up right now. They could do things right now. It's horrible.
在2个多小时的对话中，特朗普还就美国通货膨胀、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议题发表意见。不过，让外界最为大跌眼镜的是，作为电动车品牌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在对话中罕见地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进行辩护。事实上，特朗普曾毫不掩饰对电动汽车的蔑视，声称电动汽车不起作用，将使其他国家受益，同时伤害美国汽车工人。上个月，特朗普在参加竞选时就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立即废除拜登的气候法案，增加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并撤销旨在加速向电动汽车过渡的法规。此外，马斯克还将这场直播变成求职现场，他自荐在未来的特朗普政府中发挥作用，帮助控制政府开支。I mean,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o just have a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 that takes a look at these things and just ensures that the taxpayer money, the taxpayers' hard-earned money is spent in a good way. And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on such a commission. I'd love if it were formed. Well, you're the greatest cutter.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谈话正值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距离投票日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目前势头迅猛，民调显示已抹去了特朗普在此前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在关键的摇摆州，哈里斯民调表现优异，这也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原本看似稳操胜券的选情带来了冲击。此外，哈里斯自从接棒后展现出的强大吸金能力，也让共和党方面感到担忧。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阵营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媒体及金主为其站台。事实上，这次接受马斯克的专访是4年多来特朗普本人首次现身这一社交媒体平台。2021年美国国会山暴乱后，特朗普被推特平台封杀。虽然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做出解封的决定，但特朗普一直拒绝重返这一平台，而是选择在他自己创办的一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推。俄总统普京在13号的另一个重大议程是接待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这也是阿巴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访俄之行。在巴以俄乌2场冲突都呈现升温态势之际，双方各有核诉求。当前加沙和谈希望明灭不定，有了俄罗斯的调停和参与，局势能否缓和？来看报道。央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合作发展和中东局势。普京表示，解决巴以问题需要彻底落实联合国的全部相关决议，包括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应俄方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抵达莫斯科，俄外交部副部长兼俄总统中东和非洲国家事务特别代表米哈伊尔·博格丹诺夫在飞机舷梯旁迎接。阿巴斯此前透露，此访中他将就推进和平进程、加强巴俄各领域双边关系等同普京交换意见，就有关重要问题协调立场。他表示，俄方在全球政治以及中东地区等具有重要影响力，巴方高度评价俄方在国际斡旋努力和联合国安理会中发挥的作用，支持基于国际法谋求和平的立场，以及俄方为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对话、协调巴勒斯坦各派立场所做出的贡献。访俄期间，除了与普京会面外，阿巴斯还计划向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并与驻俄罗斯的阿拉伯国家大使举行会晤。那么现阶段的话，俄罗斯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主要还是聚焦在一个政治方面。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在联合国平台，对于希望通过一些有利于巴勒斯坦方面的相关决议，以及帮助巴勒斯坦获得更多的国际能见度和话语权，俄罗斯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也知道俄罗斯非常的关注，也积极的介入了巴勒斯坦内部的一个和解进程。那么在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方面，俄罗斯同样也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阿巴斯与普京的关系颇为密切，这也是他第21次访俄之行。阿巴斯在担任巴解组织领导人之后，频繁对俄罗斯展开访问。刚刚接触，普京就把会面地点选择在旅游胜地索契的总统官邸。据了解，普京在这里只接待为数不多的外国领导人，体现了普京对阿巴斯的尊重，这也是双边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此后，普京一直与阿巴斯通过会面以及电话的方式就巴以问题展开会谈。然而，阿巴斯在2021年后就没有再访问俄罗斯。原本预计在去年11月实现访俄，但因为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访问
论被迫推后。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的领导人。相比更加激进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法塔赫一直以来希望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巴以问题，但随着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巴勒斯坦内部不同派别也在克服分歧。今年1月，哈马斯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这是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升级以来的第2次。到了2月，巴勒斯坦各派别就在俄罗斯的邀请下，在俄罗斯举行会谈。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哈马斯政治局官员都参加了会议。7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见证下，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这次阿巴斯访俄也是巴勒斯坦各派大和解之后首次。今年的早期，巴勒斯坦内部的主要派别也是曾经共同的前往莫斯科来进行了一个相关的和谈。那么这样的一个和谈，实际上也为后续的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最终达成北京宣言，也是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巴勒斯坦方面的这样的考量来讲，毫无疑问是由于当前我们看到西方对于整个中东局势的它的一个调解和斡旋基本上是失效的，希望俄罗斯能够介入到地区事务中来使得整个中东的局势保持一个相对可控的状态。阿巴斯此访莫斯科，实际上也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利用最后窗口期寻求和平的重要机会。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外交的减压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本来这场俄乌军冲突呢，让大家看到了俄罗斯在这个全球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是呢，在中东地区呢，俄罗斯呢能够体现出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这种一些重要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想。在整体来看呢，俄罗斯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有效性，以及在中东地区同大国博弈的这种有效性来看呢，并没有减弱，而是在加强。